Hello，大家好啊，欢迎来到今天2022年的10月30号了啊，哇，时间过得好快啊。每个星期天晚上8点半的直播啊，欢迎大家。今天呢，我准备了很多的事先的准备啊，干货满满，所以呢，今天的直播呢，我会互动少一点点啊，先讲了干货，好吧？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留言区讨论啊，或者是留言区提问到了最后啊，我看看时间有的话呢，我的队友会把一些非常需要我回答的问题呢，我来做一个解答啊。所以呢，事不宜迟啊，第一个欢迎大家来到七啪啪的直播啊，每个星期天的晚上8点半，我们在这里又交一个朋友，又谈谈时事，还是有点学习啊，还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提升投资的回报，早日财务自由，好吧？我见到好多的网友有美国的还有好多是台湾来的所以呢，今天也是做了一点台湾的股票的分析，还有美国的，还有香港的，还有中国的我不知道大家喜欢或者希望听哪一个市场多一点，可以马上投个票那我在这个现有的时间里面在那个股票市场可以讲多一点点给大家，好吧？all in all in 是很危险的因为没有人是知道一定会涨或者一定会跌的所以我们要永远做好风险的管理这也是我这个不断要提醒大家，就是没有学好风险管理啦，没有学好股票的这个分析啦，等等等等啦千万不要乱买股票就像我打个比喻，就像经常这样啰嗦的讲多一句就像大家没有学驾驶没有学好开车子，我给你一个跑车，我给你个 Ferrari， 我给你个奔驰，结果还是会出意外，对不对？所以呢，要投资先求知先学好了再投资也不迟好，事不宜迟，我们第一个来讲讲这个台湾的股票好不好因为我知道这里好多的台湾的粉丝在这里By the way， 你希望中国、台湾、香港、美国哪一个我讲多一点可以在留言区打一下我看一下哇，哪一个最多OK。台湾也不少美国最多OK， 好那感谢大家的这个给我的 feedback好那讲到台湾呢，我首先打个招呼我个人在美国住过10年，也工作过10年差不多10年了对美国是蛮熟的，也是不断在观察美国的在中国呢也做过企业的培训也是中国大陆出生的对这个中国的政府经济也算是一辈子了香港当然我住在香港也是在香港长大的，10几岁开始就在香港一直在这里念书长大现在在这里生活，所以这3个地方我是比较熟悉的台湾呢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非常好的地方，但是我没有居住过，没有工作过，所以还要这个就是现在有点班门弄斧了这是我知道台湾也有好多的有知识的人在这里所以呢班门弄斧我希望在这里分析一下或者分享一下我的分析的框架然后呢有什么讲的不对的地方，或者讲漏的地方，或者讲错的地方请各位台湾的朋友多多指正，多多包涵包涵是第一个最重要还是指正我们希望在这里做到集思广益，好不好？好，首先我来看一看台湾的 GDP 呢，现在是放缓到了3.05%当然这个是个滞后的3.05，而且我看了一下预计呢未来还会继续放缓，而且放缓的速度会比较快所以台湾经济so far 到目前为止3.05算是跟大陆差不多，大陆是3.6最新的是3.6，那台湾3.05也要比美国好，是不是美国只有2点几但是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觉得现在因为台海这个局势紧张作为企业的老板他们的供应链，他们的这个采购等等都要分散，都要考虑到一个3.9%那我刚才看的是这里说的是3.05
台湾的可能啊有一个叫实际的 GDP，有一个是 nominal 啊，这个名义的，一个是实际的。那我查出来这里是3.05啊，所以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啊。OK，那我还是中国。中国是3.9啊 ，OK， 我的队友给我个补充啊，所以中国是3.9啊，这个台湾是3.05，好吧？那就在这里来看呢，最主要现在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台海局势有点紧张的情况下，再加上拜登的政府啊，也是针对中国的半导体。开始了一系列的这个制裁的措施，而这个封杀制裁的措施呢，也一定影响到台湾其中一个很大的产业，就是半导体啊，而且我可以预测，也是有一些人才啊，有一些半导体的人才啊，生产啊，可能会撤离台湾，搬到美国或者更加所谓的安全的地方啊，来确保这个生产啊和供应。所以台湾在未来的一段时间，有可能这个 GDP 会放缓啊，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考虑的。OK 因为我们看股票到最后都是企业的盈利啊，再加上其他的东西在一起啊。第二个呢，就是台湾的货币台币啊，台币啊，这个之后我们还要看一点，就是这个台湾的利息啊，所以我们首先看台币，今年这个年初的时候，差不多到了最高峰，从那个最高位的时候开始贬值，贬到现在大约是贬了14%啊，这跟人民币有点差不多啊，所以我们其实也能理解啊，有一些共同点啊。第一个就是台海这个危险，对不对？如果台海一危险的话，可能中国大陆也会有资金撤离，或者是受到美国的制裁啊。当然，台湾同样的也是如果有这个危险的一个局面。紧张的局面，那有一些资金也要撤离，对吧？当然，这个另外一点是，无论是台币也好，人民币也好啊，在世界上的流动性不是一个世界主要的货币啊，就是流动出入不是那么完全的方便，不像日元啊，不像英镑啊，不像欧元那么出入的方便。所以我们看到今年日元是贬值了20%几啊。这个欧元和英镑也是20%几，甚至现在日元可能到了30%，迈向30%的一个贬值。所以呢，台湾现在贬值了14%，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因为它的那个货币出入不是那么方便而且中间那个买卖的差价比较大，因为一旦它的流动性小的话，不是一个主要货币的话，它买卖的差价肯定会大一点，而且这个流通量可能会没有那么多所以不是一个进出很方便的。所以我们听到日本经常有利差，但是台湾呢，做利差的人相对比较少一点好像没有人怎么做，就是因为这个台币一进一出这个中间这个手续不是那么方便，也是那个费用相对高一点点那好了，但是我们再考虑下一个呢，就是台湾的那个利息台湾公债的利息第一个我问大家台湾的债安全还是美国的债安全？大家可以留个言分享一下，对吧？我相信大家都觉得还是美国的债安全，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债券的市场里面越是安全的债，那个利息应该要越低，因为同样我有资金的话，我买台湾的债呢，还是买美国的债？当然是买安全的一点的债除非那个相对不安全的债要给我高点利息，那我就考虑一下，可能我冒点险要高一点利息，对吧？所以在这里，这个美国现在10年的债已经超过4厘美国2年的债超过4.3、4.4，接近4.5厘了我不是每天都跟踪的，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是一个国际的投资者其实台湾的朋友你有钱的话，你不怕。当然这个手续费有点这个出入有点这个多了但是你不怕的话，你宁愿同样的买台湾的债还是买美国的债，是不是如果你考虑买台湾的债的话，还不是买美国的债，把这个台币换成美金
去买美国的债，买2年也好，买10年也好啊，你要看不到那么远的话，买2年，这样的话，这个美元的债赚4.2%、4.3%，2年就是8%啊，8点几个 percent，对不对？然后这也是这个我刚才说到了啊，因为台币不是那么流动性强啊，所以它可能还没有完全反映出来这个贬值，也就是说未来贬值的可能性要比升值的可能性要大。也就是说当然世界上没有一定的事情，对吧？事事无绝对啊。但是也就是说，你很大的可能2年后换回这个台湾的台币的话，如果你选择换回换回台币的话，可能在这个兑换的汇率上还赚了一点钱，对吧？所以你在兑换的汇率上赚了一点，然后这2年内的利息是肯定这个美国是4点几这个台湾的利息是1点几，你肯定赚3厘，是不是啊？太长的波幅很大，我们就看2年所以呢，每年如果赚多3%，2年就是6%，再加上汇率上可能还会赚当然赚多少我们就不去猜测了。就算汇率上有一点损失，突然之间，哎呀，台币涨了，美金跌了当然这个可能性小一点但就算台币涨了，美元跌了，只要台币涨了少过6%，其实你这个利差交易还是赚的，对吧？所以台湾的朋友们可以考虑一下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就是我经常说台湾的朋友，你们的投资一定要分散。分散怎么？因为你现在收入又在台湾，如果台湾经济不好，万一真的不好的事情发生了，对不对？那你的收入就会受影响第二个就算不发生现在的这个公司在撤离台湾，所以这个你的收入已经是在台币为本的你的房子又是台湾的，对吧？你的银行的存款如果又是台币的话再加上股票又是台湾的话，那就是非常危险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债也好，投资股票也好，或者投资其他东西也好我个人是建议大家这个当然要学了，不是盲目的去买学好了之后分散一下到全世界这样的话会安全一点所以如果是只是说债的同样买台湾的债或者美国的债那我觉得如果分散一点到美国的债不是推荐大家买美国债但是同样的选择的话，买美国的债，万一台币更加贬值了，那你就分散了风险。万一不好意思打仗了不好意思你要逃难了，逃到全世界还在用美金，对吧？美元，而不是用台币如果一旦打仗的话呢，当然台湾的台币就跌得不得了了所以这个分散风险，虽然我希望和平，我个人觉得打的仗的这个机会也不大，但是这个分散风险这个还是必要的，对吧？所以我个人觉得台币从这个来看不一定要你来买美国债但是只要有人这样做的话，台币未来贬值的机会还会是蛮大的大家不知道同不同意我这个想法OK，那另外呢，我们再看看台湾的股市虽然也是跌了31%，跌的这个幅度呢，跟就是很 surprise 跟中国的这个 A 股是差不多A 股当然有不同的指数但是也是当然台湾也有不同的指数，但是也是差不多所以我觉得。但是你相对港股来说这个台湾的股票从2020年的高位和低位来比较，或者跟香港的股票来比较，对吧？我这里特别是用了一个5年的图，虽然它今年是跌了31%，但是去年或者是从2020年的4月份开始到2022年的1月份是涨了好多好多。在这个涨了大约差不多涨了1倍差不多涨了1倍的情况下，现在跌了31%，相对这个价值再加上我们刚才讲到的台湾的经济有可能在未来有一个更大的放缓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台湾未来特别是这个台币如果还要跌的话，那赶快就把这个台湾的资产变成其他货币的资产，有可能
对大家的投资啊，会更加安全一点，对吧？我觉得第一个考虑是风险的分散啊，第二个才是考虑回报啊，而这个回报，我觉得只要更多的人是考虑到安全啊、分散风险啊，那股票啦这个台币啦、债券啦都会跌，对吧？所以债息现在相对来说是低的，相对美国来说是低的。如果美国继续升息升下去，台湾是不能不加的。是不是啊？如果不加是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不加，一个是跟着加如果美国升息，台湾不升不加不升那台币就会跌这也不好如果台湾跟着升息，跟着美国升息，其实已经有一大堆的一大段的距离了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到今年年底啦，明年年初了，可能还会加2次。今年年底加2次，明年可能还会再加。如果这样的话，台湾也跟着升息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利息涨上去，债券就会跌下来利息债息上去，债券就会下来所以呢，台湾现在有个很难的这就是美国割韭菜的一个方法，对吧？美国在涨的时候，你跟不跟？你跟的话，你的股市会差你的债市会差你不跟的话，你的货币会差这个无论如何，它都之后来买这个台湾的资产当然要台湾的资产再要跌一大堆的这个情况下，跌了一大堆之后，再用一个更便宜的货币美元又回来跟大家韭菜这个不光是台湾美国这个套路是全世界在做的已经是你要投资多一点的话，观察多一点的话，美国是每10年一次股灾，每10年一次灾难，都是这样割韭菜的，好吧？所以呢，这是我对台湾的一个看法，我觉得有可能的话，还是赶快当然要学不是盲目的不是盲目的随便买一个外地的你不熟悉的所以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的 GMT， 我们现在GMT 里面看的是全球的我们是 global 全球的市场所以我们也蛮多的台湾的同学在里面。OK， 好，讲完了台股我们讲一下美股美股呢过去5天当中涨了3天有2天是没有怎么涨但是呢涨了3天所以突然之间好多人又来问了，为什么美国涨了这么多对不对？我们的星期五的时候看到美国3大指数都有上涨特别是 Dow Jones 涨得更多点，对吧？那其实 Dow Jones 好多人的阴谋论说什么要中期选举啦、拖盘啦、拖大的股票啦这些啦其实 Dow Jones 很简单，Dow Jones 就30个股票，30个股票里面有一个 Apple， 那个 Apple 的比重还是很大的。你看看Apple 的这个最近的股价还是在涨，对不对？所以相对来说这个 Dow Jones 道琼斯30的相对好一点第二个 Dow Jones 里面还有那些能源股、石油股，所以这2大类的东西放在一起Dow Jones 相对好一点并不是说外面有些人胡扯乱说说要拖盘啦，要怎么样中期选举啦等等等等了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上个星期美股是算是好的，对吧？我们第一个没跌第二个呢也是反弹了一下5天之内涨了3天整个星期反弹了一下。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好消息第一个美国公布了第3季度的 GDP GDP 呢这一次我们看到第一个季度是负的，第二个季度负少了一点但是也是负的，第3个季度呢它是好像涨了2.6%涨了2.6%不错就是纯粹从定义上来说，美国的这个经济是跑出来了，衰退了，正式告别衰退，又回到了增长了所以呢，拍手拍手拍手好像是好事情但是呢，这个七爸爸永远是看多一点点，给大家一些独特的见解大家看到这个 GDP 是同比去年的，是吧？同比去年的话，你就把这个格子往前走4格，对吧？往前走4格的话，去年的第1季度是6.3%去年的第2季度是7%，
去年的第三季度跌下来了，跌到2.7%，也就是说去年的第三季度是突然之间少了，凹下来了，到了第四个季度又回去了。OK 啊，当然这个在前面啊，我们再看啊，在前面的话，第三季度是涨得不得了，对吧？所以我们看的话啊，不光是看，哎呦，好像涨了2.6%，我们还要看在上一年它到底是涨了很多，还是涨了没有那么多，还是跌了啊？所以呢，上一个季度啊，第三季度是跌了这只是涨了2.7%，为什么呢？是因为2020年的时候，那个第三季度是突然一下子反弹了一下子，反弹了好多。OK，所以我们要看多上一年的话，其实啊，这个美国经济啊，不能说很差，但是呢，啊，因为也是上一年的第三季度不是太高啊，所以我们也要把这个考虑进去，对吧？外面的人可能没有讲到这么深啊。我们看事情要看多一下子，OK 啊，但是整体来说呢，还算可以啦，还算不是太差了，但是2.6%比台湾要低一点，比中国大陆还要低一点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还算可以了，OK 啊，只是拿一个 C minus 啊，像考试一样拿了 C minus 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过往的经济啊，这个整体的作为一个统计，好吧？我做了一些调研啊，其实我有一个研究团队的，我要感谢我的研究团队，这个图是他们做出来的啊，或者他们看到了之后给我的啊。我们看到这里啊，过往从80年开始啊，第一个呢，经济周期有4个阶段啊，就像春夏秋冬啊，有4个阶段，这个4个阶段是扩张。像春天来了，扩展成长了，对吧？第二个是 slow down 放缓，第三个是 recession 衰退，第四个是 recovery 复苏。OK，复苏这4个阶段啊，那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阶段。我们看到啊，这像春夏秋冬一样，这个扩展放缓这个衰退，然后这个复苏，这4个是循着这个循环走的，从来没有跳过的啊，循着这个四个循环啊，春夏秋冬容易讲一点，春夏秋冬啊，没有说春夏跳了个秋，到了一个冬天所以从这里来看啊，我们这一次啊，当然这个是2019年还没到最近啊，这一次头2个季度算是一点点的 recession， 一点点啊，当然算是 recession 呢，还是算一个 slow down 我就不知道了啊。其实这幅图蛮准的，因为2019年是放缓了，2019年放缓了，我们记不记得2020年的第一季度是一个很深的 recession 一个很深的，所以是红色，对吧？我们这幅图只到2019年，所以我们要继续自己画下去啊。所以我们到了2020年的时候是一个红色的衰退衰退了之后，到了2020年的第2个季度开始第3个季度开始有一个复苏，我们刚才就回到了刚才那个GDP 的地方了，有一个复苏。OK， 好了，到了复苏之后呢，刚才我们看到第1个季度和第2个季度是不是一个放缓，还是一个 recession 那如果定义来算的话完全用定义来算的话是一个 recession。OK， 但是呢，我觉得才那么一点点，有可能是个放缓所以我们可以回看一下上一张图，对吧？我们可以看到2021年的时候其实涨得不是太多的但是一个复苏了所以第3个季度35那一个是复苏 ，OK， 然后是个成长所以呢，有可能这就是看经济难的地方，有可能现在只是一个 slow down， 只是一个放缓，真正的这个经济衰退还在明年这是我个人的预测，明年会有一个经济的衰退，从这个周期走下去的话，所以美国的衰退也在未来刚才台湾说到，台湾未来我觉得会放缓，现在是正好在高位扩张的高位开始下来
我们其实台湾也是一样的。台湾当时的马英九的时候比较差一点，差完之后，到了蔡英文的时候就开始复苏了，所以这几年呢，还算比较好的啊。这个蔡英文的那时候比较好的啊，所以有时候不知道是领导人的问题，还是一个周期的问题。OK，好那所以我觉得明年这个美国经济衰退的机会不是100%，但是还是机会蛮大的啊。我就唯一不知道啊，各位观众自己去判断了啊。头2个季度理论上好像是个 recession 的一个衰退了，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放缓到，所以你觉得如果是衰退了啊，那我们就回到了一个扩张的阶段了。如果头2个只是一个衰退的这个放缓的话，那真正的这个 recession 真正的衰退还在未来在下一年，好吧 ？OK。那美国呢，还有一个指数出来呢，叫 PCE 其实就是不同的统计的方法统计一些不同的，但是跟 CPI 是差不多的，就是统计这个通胀的这个厉不厉害啊。那我们看到呢，好像也是蛮好的啊，就看这个数据的话，好像也是蛮好的不是这个以前曾经到过7，对吧？后来6.4，现在是连续2个月到了6.2，好像通胀已经是下来一点了，是不是受控了起码没有再暴涨上去，对没有再失控的上去，那是不是受控了呢？所以6.2%是符合预期如果它不符合预期，股票肯定会跌，对吧？所以它符合预期的话，对股票市场来说是一个蛮有稳定的一个信心，所以这也是短期内对股票市场是好的因为有可能股票这个投资者或者股民最怕就是不确定到底这个通胀会不会失控继续加快如果加快的话，美联储可能加息升息的时候要升得更多了，对吧？那一旦出来之后，原来符合预期心里面定一定所以这个股票市场也是反应了，涨了一下。OK，那还有一点呢，我也是让大家看多一下子刚才有解释过，这个都是同比增长，就跟去年的来比较。但是我下面拿了一张5年图给大家比较所以我们看到去年的话，去年的这个9月份和去年的8月份9月份的通胀要比8月份高很多。OK，去年已经在往上涨了，当然没有今年涨了这么多，但是已经往上涨了。所以在今年9月和8月虽然好像都是6.2但是真正的物价指数真正的物价指数不是说通胀的增长率了，真正的物价指数9月份其实还在往上涨，因为去年的9月份涨的是比较多一点的，是不是所以今年的8月和9月跟去年的8月、9月涨得差不多，但是去年的9月涨得要比8月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表面上我经常说表象表面上这个 PCE 不错，但是看深一层的话，其实通胀这个问题呢还是存在的所以这是我个人也是觉得这个就是要谨慎一点，不是完全差，但是要谨慎一点，好吧 ？OK， 那我们再看一下呢，现在这个对美联储还有几天就要议息了11月2号下个星期大家密切留意 OK。那11月2号美国升息的预期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是觉得加3码的就是0.75的是82%，加2码的0.5% 的是17.8%。OK， 我们再看一下1个星期前升2码的基本上是不可能只有5%加3码的是95%所以当这个市场现在好像加2码的可能性大了一点的话，其实这个股票市场已经马上做出调整了。因为它股票市场背后算的也是这个 probability， 也是这个概率这个几率概率机会率。所以呢，当我们看到加3码的这个百分比从95%降低到82%的时候，这个股票市场短期内也有一个松一口气
上升了一点点的一个调整啊。所以我觉得这几个原因可能是一个为什么这个股票在这个星期上一个星期5天之内呢是涨了3天，整个一个星期来说是好像反弹了一点，好吧 ？OK， 但是呢，我们再退一步来看因为有时候很短线的这个准确度还是不太准的，在退一步来看的话，看整体的资金和市场的情绪的话，那我们用技术分析一些统计学的这个方法来预测一下，来看一下价格的变更啦等等啊。那我们看到这一次的上升已经上升了一段时间了也是因为之前叫超卖，就是卖的过分了市场是过度的卖超悲观了，超卖了这是大约在9月底10月的时候，我们看到 RSI 如果大家有跟我学技术分析我有个选股部学对吧？其中第4和第5步教的就是技术分析，一些简单的技术分析的话 ，RSI 低过30就是超卖，就是反弹的机会有点再说呢，这个下降的轨道它到了这个下面的那个轴的那个 channel 底的话那个它反弹的机会会大一点当然这完全全是机会没有说一定会这反弹的，但是呢，到了这个channel底的时候，因为很多现在的操作买卖操盘手，包括现在都是软件在做的，他们都要设置，所以他们也是设置一些数据嘛，对不对？你要叫个电脑来买卖的话，也是要设一些数据，所以当这些数据到达的时候，有一些 algo trading 程式的交易就会来买或者卖了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到了这里所以现在是这个指数是参考价值越来越高了，因为这些 algo trading 背后也是看一些不同的指数的所以我们看到到了 RSI 超卖的时候，它就反弹了但是呢，整体来说美国还没有完全的摆脱这个熊市熊市在我的这套系统选股5部曲里面大家应该很多都已经看过我的这套系统选股5部曲了，对吧？给大家重温一下，没有看过的之后可以在下面找一个连接了解一下，好吧？所以呢，选股5部曲牛熊周期来说，熊市有3期，熊1、熊2、熊3，牛市也有3期，牛1、牛2、牛3，对吧？在这里面熊市里面第2期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但是整体来说是涨了一点点，跌了多一点点，涨了一点点，跌了多一点点，涨了一点点，跌了多一点点。所以呢，整体来说，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从今年的1月份开始还是下降轨道，现在应该是属于熊2这一个这个阶段那当然未来我们要看了，如果这个美股现在正好在中轴，所以呢这个直播率不太大就是不知道它会涨还是跌如果它到了channel底了，它反弹的机会会大一点；如果它到了channel顶了，或者 RSI 像那个8月份的时候到了那个 RSI 到了顶的话，那它跌下来机会会大很多但现在正好在中间 ，RSI 也在中间，那个这个平行轨道也在中间，这里不太好看不太好看，所以呢就不要操作了，不要买卖了，就是静观其变了，这是我的一个策略了，对吧？另外还有一点大家要考虑到的就是在下个星期，应该是一个星期2，美国会有中期选举不了解美国的选举的简单的来科普一下什么叫中期选举呢？就是美国有2个议院一个叫众议院，一个叫参议院众议院Congress 它是每2年会全部的这个参议院我刚才有没有讲错？众议院众议院呢每2年它会所有的议员要选一次。所有的议员众议院人数很多的，所有的那个要选一次佩洛西是众议院的这个院长所以佩洛西能不能再当选我不知道但是他会全部选一次 ，OK。然后那个参议院是6年任期，每一个参议院的议员当选之后有6年可以做 ，OK。所以呢
在中期选举的时候啊，或者是总统选举的时候，每2年选一次的时候，这个参议院是有1/3的议员要选了，因为它是6年啊，所以每2年选一次换1/3，每2年选一次换1/3。OK，参议院是每个州有2个代表，所以加在一起有50个代表啊，再加上这个副总统的1票，所以他们投票的时候是两派。这个两派来投啊，美国是2个党派嘛，对吧？一个是民主党，一个是共和党，2个来投。然后呢，到最后那个总统，当然总统是跟副总统，sorry，副总统，当然副总统是跟总统是一个套路的，一个党的，对吧？所以呢，他到最后如果是平均的话，50-50的话，他最后那一票就会成为这个参议院的那个定票啊，众议院比较多。根据人口来定的啊，所以不同的州有不同的总共有435个议员的会集会全部来选 ，OK 所以全部来选的话，有可能一下子这个民主党会少很多人，共和党会多很多人啊。那为什么这个知道共和党这次会多很多人呢？美国的民众的这个心里面，他们有个不成文的一个习惯或者信念或者价值观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他们觉得权力要平衡balance of power check and balance他们不想总统的权力太大因为他们觉得一个总统的权力太大的话，没有人跟他有个抗衡的话那他有可能时间长了就变成了暴君独裁者美国是最怕有一个独裁者的这是整体美国的民主的一个文化是根深蒂固的 OK， 所以呢你看基本上总统是哪一个党的，到最后选的时候另外那个党派就会得到更多的议席所以基本上比如说拜登的第1任期的头2年，这是唯一一个他可以做事情很顺利的因为这个拜登这个当选的时候，民主党肯定也是同样的受欢迎的，对吧？如果不受欢迎，那个总统也不会进去。但是，一旦总统进去之后，到了中期选举的时候那个选民就很自然的就选另外一个多一点了，这样来了一个抗衡所以这个中期选举之后，拜登再要有新的方案，什么晶片方案什么方案有可能要经过这个众议院的这个难度要高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民主的社会里面这个英国也好，日本也好，这个美国也好，包括台湾也好，通常一个总统上去了之后批评他的人很自由批评，对不对？所以基本上执政党或者是总统做了之后被人家批评的多了民望也会下来，这个好像 popularity这个民望会下来，选他的人会或者选他那个党的人会下来一点这个我观察到在台湾也好，在这个英国好像有点这个保守党不断的在强势，但现在我们看到人家喜欢这个工党的多一点了但是英国的选举制度有一个就是执政党有一个优势，它可以提前大选，它可以不选或者这个到5年再选或者提前大选但是呢这个美国和台湾都是5年选一次4年选一次 sorry 讲错4年选一次，对不对？所以到了那个时候，有可能执政党它的民望会下来，可能会当然这个总统会希望做一点事情，让他在选举之前突然之间民望又高了这是选举之前突然又高了总是要搞一点事情出来，突然之间民望又高了可以连任了，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到当然有这个可能使到选举之前美股好一好人家又开心了一下，对吧？股票没有亏了那么惨了又这个油价又低了一点了，通胀又好了一点了，没有那么差了所以又再选但是我觉得这一次不是总统的选举拜登真的要做事情也不是那么一定要做事情但到总统选举他可能做的事情会多一点，好吧？但是无论如何，这2个星期美股的政治的因素会挺大的，影响会挺大的，所以我们不能光看经济的所谓叫基本的因素，要看多一点政治的因素那这里呢给大家再讲一下
政治的因素啊，今年是影响这个整体的股票啊、债券啊，或者是外汇市场挺多的啊。然后在现在啊，做空的人啊也是赚大钱的啊。今年的全世界有一群人炒家叫大额啊，我们香港人叫大额或者对冲基金等等等等，他们这是全世界像鲨鱼一样。哪里闻到有血味，他们就游到哪里。哪一条鱼比较弱一点，身体比较差一点，他们就一群鲨鱼跑去咬那条鱼，对不对？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生动一点，想象一下啊。所以今年呢，这群鲨鱼呢，特别的敏感，就是哪一个政府啊有一些什么事情，他们就跑过去 attack 攻击。So far 到目前他们都是赚大钱的啊。那英国啊，2个月前还没到2个月前了，2个月前选了个新的首相出来，新的首相又公布了一些新的这个税收的一个减税的计划，对吧？减税的计划出来，其实类似的减税计划在日本也有，在美国也有啊，在其他地方也有但是这一次在英国啊所造成的震荡是很大很大的啊。我就听来虽然觉得那个特拉斯好像有点笨笨的，对吧？大家记得我之前有讲过他的那个政策的时候，有点笨笨的，有点智慧有点问题啊，但是也不会差到这么差。但是呢，这些我在我的内部的课程里面也讲多一点的就是这些对冲基金他们也有他们的舆论的那个能力，他们也有那个影响力所以他们通过他们的影响力，使到大家看到哇，英国big trouble 有很大的麻烦啦，再加上这一次也是投行投行就是那些炒家的公司投行跟这个英国的退休基金中间有一些对赌的协议所以这些投行是看到了机会，闻到了血腥闻到了血的味道，他们知道这些对冲，我们普通老百姓都想不到，对不对他们闻到了这些退休基金因为跟这些投行有对冲的协议所以他们一下子利用了托拉斯，其实完全是制造出来的一下子看到了托拉斯这个减税计划大做文章，通过大做文章使到英国的利息上去，他就说：“哎呀，这狼来啦！戏院着火啦 ，Halloween 人踩人啦，人是最怕人踩人的，对吧？人踩人争先恐后的逃跑的时候，就会踩死人。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就是说，戏院失火你戏院里面不能随便说，哎，着火啦，走啦，这是犯法的，对吧？因为你一旦说，哎呀，有着火了，犯法了，着火了，走了。”人就会人踩人到最后踩死好多人所以这一次呢，这个他们就说，哎呀，这个英国的国家 in trouble， 他们财政赤字这么大 in trouble。其实你看，美国也赤字，日本也有赤字，我都七八八讲了这么久都没问题，对吧？但是他们这一次是精心策划英国说，哎呀，他们英国政府搞不定啦，有这么大的赤字，要这里补助，又要那里减税，他的赤字谁来买单？英国的那个搞不定了，我们抛售英国的国债，抛售。那你知道，英国国债一抛售，债的价格下来，债的利息就上去，债的利息上去，你说没问题利息上去的话，那so what， 不会在短期内有问题的，对不对？好，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在他们知道，因为这些pension fund 这个退休基金要做风险的减免要做利率的震荡的这个对冲所以 pension fund 因为它以后这么多年它的 liability， 它有责任要给这么多老人家付他们的退休的生活费、退休金，对不对？万一利率跌的话，他们不够利息来支付的话，他们要对冲，所以买了很多。利息低的话，跌下来的话，他们会赚钱；利息涨上去的话，那当然对赌嘛，对不对利息跌了，他会赚钱来弥补他收入的减少了利息涨的时候，他要赔钱那些对冲基金觉得可以因为我利息多了，
赚回来的收入多了，我就给你多点钱，没问题，是不是啊？这个理论上是容易啊，就像好多人不懂财商这个知识的话，去跟理财顾问、跟投行、银行家、理财顾问他给你推荐的理财产品，到最后都是都是给他害死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退休基金的人说OK，make sense，OK，结果就触发了这个英国的风暴啊！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当这个债息因为他们一说英国要trouble 啦，倒闭啦，英国的债不是下来了吗？英国债下来，利息就上去了。利息上去的时候，这些 pension fund 就是输了好多钱，输了好多钱之后。那些投行银行就在这里，就是银行这个鲨鱼这个厉害地方，下雨了就收散了，对不对？在这个 pension fund 要付钱的时候，他说，他们去打电话去说，你欠我好多钱了，你要赔钱了，然后那些 pension fund 说，哎呀，我现在手里好紧啊，这个钱没有了，这个债券价格跌下来怎么办？那个投行就说：“那你止损你要快点止损你看现在一直在往下跌你要快点止损那些 pension fund 说：“哦，对对，我要止损了一止损，再抛售债他要止损嘛，抛售债，再抛售债的时候，这个债的价格不是再下来，再下来的时候，利息不是再上去，再上去的时候，他们不是赔更多的钱，赔更多的钱的时候，投行就跟他们说了，你又要赔钱了你还不止损的话，你就完蛋了他们OK，再止损。所以在2天之内再止损，再跌下来，跌下来之后再赔更多的钱，再赔更多的钱之后再要止损，这一下子就我们看到英国的债息是一下子这个冲上去这个像熊山直插一样我们在 GMT 的内部说，这个不是熊山的直插 ，free fall 来了，熊山在英国的债券我当时有讲的，我们内部说这个 free fall 这个熊山的 free fall 来了，对吧？我这个今天晚上这个干货满满，我们讲完英国之后讲中国的市场。我们连续看到，先在英国有熊山的 free fall， 然后就到了中国的股票有 free fall， 然后再下一个我不知道在哪里。今年这一帮鲨鱼全是在游来游去，赚了好多的钱。OK 还没到这一章，我还没讲完。OK，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基本上你一到 free fall 的时候，一定刚才不是说嘛，人才人越来越惨，对吧？英国有好多家的 pension fund 好多家的退休基金都在这样争相要逃跑，在争相要逃跑的时候，这个债券市场跌了更多而且它这个外汇英镑还在跌，这个资金还在撤离，完全是你看到他们把资金还从这个外资还从撤离走，完全是有人在背后有组织的操作的。英镑撤离，债息往上涨，债券市场往下跌，股票市场也往下跌，三个同时大杀。他们以前一早做好的做空的事先的准备，哇，吃得好开心，对吧？在这个时候没办法，英伦银行 Bank of England 要来大量的这个买债。来托盘大量的托盘买债，对吧？英伦银行现在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看不明白，英伦银行现在要做缩表了，因为要缩表，美国债缩表，它也要缩表，它不缩英镑会跌，对吧？那缩表的时候还可以支持一下，它现在来托盘买债，其实是量化宽松不是缩表，是扩张它的资产负债表是扩表不是缩表所以在这个时候，英镑其实要跌了更多的，因为它在量化宽松嘛，美国在量化这个紧缩嘛，量紧嘛，对不对在英国在量宽，所以英镑这个时候跌了更多，跌到了差不多到所以这个时候唯一一个挽回市场信心的这个托拉斯就把他的财务那个部长开除了，财务大臣开除了，以为可以挽留到这个市场的信心，挽留不到。OK， 当然我的阴谋论现在新的首相以前在高盛投行里面做的我的那个如果再想多一点阴谋论的话当然这是我想象出来的这个阴谋论可能一帮人这个 buddy 对不对这个以前的同事就在帮他继续的这个做舆论
一定要换首相，换了首相才能够挽救这个市场对英国的债和英镑的信心啊，所以后来没办法，特拉斯那时候说不走不走不走，到最后要辞职。辞职之后后来又有其他人说，哎，我要来选了啊，那个 Boris Johnson 强生也回来我也要来选了，还有其他人说我也要来选了，结果他们说别选别选，谁选出来都搞不定，我们要一个前高盛这个投行的那个现在那个新的首相来做这样才能稳定。所以你看到最后，其他的都不来选了，就放弃了，叫那个新的财相来选，这个首相来选，因为他之前是财相，在之前是高盛的投行的银行家那个鲨鱼，所以鲨鱼这次成功的把一条鲨鱼送进了唐宁街10号当然这是星期天晚上嘛，听听七爸爸讲讲故事吧，好吧 ？OK， 我不知道这是我讲的故事 ，OK， 当然我是推算出来的，但是纯粹是我推算出来，好吧？好，那看完英国了这帮鲨鱼在英国吃饱了之后，看看下一个在哪里所以我们要小心美国美国那个会不会给这群鲨鱼做空的人对冲基金借题发挥再来吃一顿，有这个可能，我不知道。OK， 好，我们现在看吃完英国之后，这个时间点先吃日本，日本吃了一点点，吃完日本跑去英国吃。OK， 所以日本在之前的不讲了，时间有限了吃完日本，所以今年他们吃的好肥。OK， 吃完日本吃英国，吃完英国之后一看20大做完了，对吧？所以呢，20大一完结之后哇，好多的题材出来了，胡锦涛被拉走了，新的这个领导班子全部是习近平的人了，还有你看这个搞经济的全部没有了，现在下来都是意识形态的人了他们不懂经济的，都是大家看到的传媒都是背后有人写稿子写出来的还有你看，李克强变成了李强，李强你知道是谁李强是上海市的市委领导这个市委书记好像领导上海封城是最狠的、最猛的那一个城市，他来做这国家领导，那不就是清零政策叫解松无望了，对不对？哇，所以呢，这个一大堆中国的工厂要外国的工厂在中国搬离啦，这个未来的习近平对台湾或者对美国会更加强硬啦，等等等等，一大堆的坏的东西讲出来了然后人民币又跌了，对吧？我们看到刚才英国发生的事情，就马上在中国发生 ，OK， 然后其实他们又赚了大钱我们看到有迹象，看到20大之前已经有迹象在往下走了，就是他们已经在做空了，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做空的准备了。然后20大一发生之后，他们就开炮了所以呢，香港香港的股票跌了1000点恒指跌了1000点，香港的那个。我们看一下，高科技就是中国大陆的高科技或者新经济像阿里巴巴啦、京东啦、腾讯这些多一点的，是一天内跌了7%一天像好多的阿里巴巴跌了，最多是一天内跌了19%，星期一在美股的时候跌了19%，所以这是大量的做空，之后当然要平仓了，这些做空人吃饱了。平仓的时候，股票会技术性的反弹了2天，反弹2天之后再插一次，因为很多人看了这些新闻好多的散户都跟着恐慌了，再抛售，抛售之后又下来了一点 ，alright， 所以我们看到星期一跌得很快，熊山直插所以熊山直插，我们在英国看到之后，到了香港熊山直插下来之后平仓。所以反弹了2天反弹当然中间也有另外一边也在放消息说国家队出手了，中国的国家队出来了，也要逼你们平仓，这个背后有人在较量的国家队出手了，要逼你们平仓，所以谁都要平仓的时候星期二和星期三涨了好几的涨了好几的，但是到了星期四和特别星期五又来下一轮，因为好多的
平仓的时候，好多的散户啊，好多的小白韭菜啊，看了那些这个你去看看 YouTube， 哇，一面倒的什么胡锦涛啦，什么习近平啦，都一面倒的中国完蛋了，内房啊，经济搞不好了，内房要垮了，出口完蛋了，等等等等啊。其实我们看完数据之后，中国的 GDP 比美国还要高啊，比台湾还要高，出口量还在增长，对不对？但是我们要看人家的舆论啊，舆论和这个传媒的给你的印象啊，这个表象啊、假象啊，是觉得中国是很糟糕啊，所以不要紧，只要大家觉得中国很糟糕，这个假象就有抛售啊，就有抛售，背后当然是有人，我觉得是有人策划，也有人在从中获利的啊。我个人觉得呢，那我就七八八讲讲我的一个我的独有的优势了啊。我个人觉得，其实现在中国是的确面临很多的经济上的问题、经济上的挑战和问题啊。而我这个现在所面对的问题，我是在2018年的6月份，其实在之前已经看到了，在6月份的时候，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有写出来，曾经中间写出来啊，中国内地90%的中小型企业会面临亏损甚至倒闭，这是在2018年6月4号写的 ，OK， 很多的职业会消失许多国家的实体经济会崩溃啊，在2018年的6月4号中国内地，特别是中国内地90%的中小型企业会面临亏损甚至倒闭，当时给国内的好多的网友骂了不得了你知道中国国内小粉红骂人是有点厉害的，谁敢讲我们的祖国不好马上骂你，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当时我跟中国做大量的企业培训这是我在2018年的9月份到了北海，给他们北海的市里面的所有的企业老板做培训然后我发现这个当然这不是一次了，好多了所以我发现呢，中国当时已经有一个存在的这个隐忧第一个，企业闭上眼睛赚钱，躺着赚钱。中国的企业在17年到了巅峰，闭上眼睛赚钱，躺着赚钱，出口所向无敌，天下无敌，所有东西都是 Made in China， 中国制造，中国是世界的这个出口的那个世界工厂所以呢，老板我给他们做培训，我做的是怎么能够发挥员工的天才啦，怎么能够给企业注入生命力啦，怎么能够把员工招聘好的员工，而且把好的员工留住啦。他们说，哎，张老师不用讲那些，不用讲那么些，我们只要股权激励你给我讲股权激励就可以了，怎么搞股权，怎么搞上市，怎么搞股权，怎么搞包装，怎么上市，圈钱，圈完钱之后就可以移民了，可以跑到海外去了，移民了，这是他们唯一感兴趣的。什么企业慢慢做了，人才啦，什么发挥天赋哎，张老师不要讲那么多的，只要股权激励。你们香港不是很厉害的吗？告诉我怎么能上市，怎么能包装打包上市上市就好了这是第一个隐忧。第二个隐忧呢，当时基本上你要一旦到了新的经济里面，就只有2条路，要跑阿里还是要跑腾讯？你要阿里归边还是归边腾讯？对不对？这个其实是对很多的这个企业整体的经济发展、科技发展是不利的到最后，腾讯收购了好多公司，阿里收购了好多公司，为什么？他们来看看你的产品不错这个公司不错，好，比如说你的公司值100块的我给你20块，你说20块你要不要？你进来了，我拿你20%了20块入股100块一股的，我20块给你入股10%，然后呢，我把你养大，养大之后上市，打包上市，资本社会用资本操作去赚钱，就是慢慢的卖产品太慢了，不吸引了，我们要资本
运作，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都说是资本运作并购这些词啊，当时很火的，有资本运作并购。张老师，你给我们讲讲资本运作并购啊？我觉得这个不用我来讲了，是不是啊？你去找投行就可以了，是不是啊？所以当时候你要搞一个创业啊，做初创企业啊，你要搞新经济啊，那你要不就卖股票给那个腾讯，要不就卖股票给这个阿里巴巴，给他们咬一口吃一口，然后再慢慢的做，对吧？所以我们看，就算大了这么大的到京东。京东当时是给腾讯吃了一大口的啊，美团给腾讯吃了一大口，因为什么？他们竞争对手是阿里嘛，他们不可能卖给阿里的，是不是啊？所以他们只能给这个腾讯吃了一口，所以这个到最后是不健康的啊，到最后你没办法啊，所以中国的2020年出来反垄断监管，我觉得是中国政府啊是做了一些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当然。在西方的媒体里面，哇，阿爷又打压了、监管了、打压这个科技股了，所以中国的科技股在2021年的年中开始就噼里啪啦的跌下来了啊。但这个事情不做是不行的，当时不做的话，那以后就闭上眼睛买腾讯和阿里就可以了。什么公司成功都要给他们咬一口吃一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的阿里是到了320块。它一旦蚂蚁金服上不了市，我马上给我们的 GMT 的人说，这个阿里的这个价值已经没有了啊，这个再加上中国大陆开始反垄断，我说阿里以前它的320块里面，有可能100块是人家期待它有这个垄断地位，以后可以不断的去吃那些小的这个初创企业，其他的公司给它吃，给它垄断，给它欺负。一旦现在啊，中国政府开始反垄断了，开始监控了，不让你这样暴力的去抢钱了，这个时候这个阿里就完蛋了，对吧？所以同样的，今天阿里跌下来，腾讯跌下来，是因为之前涨得太高啊，这是七爸爸给你们的，你外面听不到的。外面好多人来问，阿里巴巴跌了这么多了，能买吗？腾讯跌了多了，能捞底吗？对不对？我可以告诉你，因为之前它有这个暴利的这个垄断的一个地位，所以它值这么多钱。现在中国肯定要反垄断，肯定要让更加多的企业可以自由的去成长发挥。我个人觉得长远来说，对整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件好事情啊。像日本这样做到财阀就那么几个公司，像韩国就那么几个公司，长远来说是这个没有创业者了，对吧？你看到中国的创业者还是很多的，还有很多的新的企业冒出来的，就是还好啊。这我个人觉得还好，就是虽然外界是就是比较不认同了，想不到这个什么阿爷什么都要管，但是中国真的内部不管不行了，中国太大了，不管不行了。第一，第二，随便让你说话又不行了，随便让你说话又乱了，对不对？如果像台湾这么言论自由的话，哇，中国的人太多了，而且比较没有那么文明，就是比较粗暴的，所以还是要这个少一点这个乱七八糟的言论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我是表示理解啊，我不是说支持，我是表示理解啊，理解各地的情况不一样，需要有不一样的政策和不一样的国情，中国大陆叫国情啊，你不懂国情呢，我懂国情，对吧？好吧 ，OK。所以呢，我这次又回到了香港的股票，对吧？香港的股票，我们上一次上一次的 YouTube 里面给大家科普过熊市有3个不同的类型这个带到了直播里面，直播里面呢就讲到了熊市香港这次跌了好久了，跌了好多了，但是因为香港3个类型的熊市都有，3个类型的熊市都有，所以跌得多是应该的，是不是？就这样说了，跌得多是应该的啊。所以上一次给大家研究过了，对吧？OK，那我们再来看多一点点啊。
这一次呢，看你从哪里来看。如果从2018年的最高位来看的话，香港已经跌了57个月了，对吧？但是我觉得2020年也算是个牛市了啊。如果你从2021年的2月份来看的话，2021年的2月份啊，当时我们 GNT 里面赚了好多钱，我叫大家走了走了走了，牛三的派对已经吃了差不多了啊，卖5个买回每买回一个叫卖5个啊，我叫退5进1这个策略给了我们的 GNT 的同学啊，这是我记得是2月份，2021年的2月份，所以从那个时候来算的话，差不多就快要到2年，还没到2年，1年半啊。那我们再看一下之前的那些熊市的话啊，12个月到37个月，所以这一次的时间点还没到2年啊，所以这两个从时间点来说也没有太夸张啊，也是只是中间的一部分，对吧？但是这一次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三类的熊市叠加在一起啊，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是一个简单的因素，现在是三类的这个问题都叠加在一起，所以时间长一点也是应该的。如果你说推回到2018年来算的话2018年是涨了太多，因为从2016年基本上就直线涨到2018年涨了太多啊，但是2019年开始有中美贸易战，香港的社会动乱，到了2020年有新冠疫情，对吧？这个到了2021年有这个中国的监管啊，所以中国监管的时候，阿里巴巴肯定会跌了啊，腾讯也跌了，对吧？所以影响到香港的股票，所以跌到现在，整体来说，如果从2021年的高位跌到来算的话，跌了52%，OK， 52%，平均的跌幅，如果是熊市的话是跌60%，所以我们还不算太严重，就是这么说。虽然好像现在香港股票谁都说，哎呀，惨的不得了了，不看了，哎呀，惨的不得了，但你看平均的熊市要跌60%，我们现在只跌了52%啊，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点的空间会下跌啊，这是我觉得平均嘛。当然了啊，这个过往的历史只是做个参考，但是我们这一次的熊市有超过这3类的熊市都有，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七爸爸是把我的这个脑袋里面知识是逐步每一次的 YouTube 给大家科普一下，然后慢慢的堆积起来，这个 jigsaw puzzle 这个碎片拼在一起，拼图就出来了啊。OK， 好，我们再看一下。然后呢，这一次再跟上一次比啊，3月10几号的时候，跌得好厉害，那个量，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图的下面的量是马上上去的？再上一次是去年2021年的7月份的时候，那时候就开始滴滴上了美国市啊，后来就中国给他一些规范啊，说他违法啊，有些违规啊，所以那次是所谓的叫阿爷中国打压科技股啊。7月份的时候也跌了一下，那个量也蛮大的，对吧？我们看到7月份跌下来量很大，然后2021年的这个2月份开始第一下跌下来的时候，量也是蛮大的，对吧？这3次都很大的，但这次跌下来的量不是很大，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叫量跌价跌，价跌量跌，在技术分析来说，就说后市短期内不会太好，OK。所以刚才看到可能还有几个 percent 才到熊市的平均数，OK 但也不远了，对不对？到最后的跌起来会跌了很快的，一天就跌了，有可能一天就跌了10%的啊。OK，第二个呢，这个量跌价跌，所以短期内也有可能是差的啊，所以不要去盲目的捞底啊。那当然七八宝个人在这2个礼拜是买了一点股票啊，也买了蛮多的股票，对吧？但我还有一点好多现金啊，但我也买了蛮多的股票，OK。那所以我当然在这里我就不方便讲个别股票了啊，因为我怕大家没有学过股票，还是那一句，你要没有好好的学过股票的话，买任何股票就像一个不会开车子，我给你一个 Ferrari， 给你一个Benz， 你都会撞车，对吧？所以我就个别股票在这里不讲了，但是我现在在个别的股票里面，我们在 GNT 里面有讲过4个类别的股票是
我们在收购的再买的啊，4个，下个星期我会讲第5个啊，所以有5类的股票，我们正在慢慢的很好，慢慢的买啊，所以很开心的买 ，OK， 好，但是啊，也不要现在你看完之后就去 short 啊，去做空，因为呢，第一个也真的是就算是熊市的底，我相信也是接近底了啊。另外一点就是现在的恒生指数的 PE 啊，就是贵不贵啊？PE 贵不贵？有一个指数我们看是 PE，OK，PE 已经到了8.36了啊。传统来说我在教选股5部曲那个课程里面也有讲过，对吧？那大家之后可以看回选股5部曲给大家的那一套股票的那个框架去看啊。低过10的时候已经是叫便宜了，可以放心的便宜了啊，但是不要随便买啊，就是买好的股票的话，可以考虑买了所以到了8.36呢是非常低了啊，不是最低，但是也是到了非常低了。OK，那我们在这张图来看的话，在这个过去的20几年内25年差不多只有这个97年的金融风暴有更低过，或者这个09年的金融海啸有更低过一点点但是呢，就算那个7.8，现在是8.36，也只差那么一点点。所以我们如果用刚才那个数据来看的话，可能还有10%左右这里来看的话，也可能只有不到10%了。刚才也说不到10%，对吧？但是这个反弹之前一定会熊山，熊山一定会直插。我觉得星期一已经是第一次的直插，熊山直插但是熊山不会只插一次的直插了会反弹，直插了会反弹，直插会有几次，然后就到了最底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直插 free fall 直插下去的几次之后就哎呀完全的绝望了，因为到大家都完全绝望的时候，788的粉丝不要绝望，好吧？其他的人都绝望的时候，都卖清光的时候，就是股市到底，然后就火箭反弹、牛一反弹的时候了所以这个整体的牛熊周期，在我的选股5部曲里面，第一步当然第2步怎么找好的行业，第3步怎么找10倍股，优质的10倍股，第4和第5步就什么时候什么价位买，什么时候什么价位卖。5步一起掌握的话，那整体来说你的投资回报会非常好的OK 起码比现在好很多 OK 好那事先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一下，我们一会儿我的队友会帮我来讲几个来讲解一下那事先呢有一个网友其实有好几个网友问了问题，我觉得这一个比较有一个回答的这个价值这位网友问市场传出美国的财长传出美国的财长耶伦对国债市场担忧所以呢考虑明年第一个 quota 回购美债，如果真的话，那不是跟 Fed 对着干吗？会不会美国近期大涨是否有关联呢？第一个我觉得传闻是谁都可以胡说八道胡讲的，对吧？我们就用788的这个讲解逻辑和对经济的一个认知来讲解一下这个可能性大不大，好不好？第一个，美国现在美国的债是谁卖出来的？大家知道美国的债是谁卖出来的？美国的债是美国政府卖出来的，是不是所以美国政府不卖债就没有美国国债了，美国的债是美国政府卖出来的 OK， 那美国政府你看看它的财政赤字，现在是财政赤字还是财政盈余现在是财政盈余吗？没有对不对？现在它是靠这个国债、发国债、卖国债来养活它的政府的开支是不是它的债卖出来，有些是日本买，有些是台湾买，有些是中国大陆买，有些是香港买，全世界在买。但是去年年初今年年初这个美国把俄罗斯的这个外汇冻结之后
那作为一个分散投资的考虑，对吧？中国大陆就不买了，减少买了啊，买少了很多，卖出来了啊。然后日本现在是因为它资金撤离嘛，日元贬值，资金撤离嘛，所以它资金撤离的时候，它是被迫的要抛售外汇，它的外汇在减少要抛售这个国债去这个给人家换美金嘛，对吧？所以日本也在抛售，中国也在抛售，在这个情况下，只有 Fed 来买，没有人买了，没有人买，但是国家这个赤字谁来买单啊？对吧？美国政府花了这么多钱，谁来买单啊？当然，再卖一点武器给台湾是其中一个了，对吧？没办法了，要卖点武器。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印钞票了，对吧？所以他有没有资格来回购美债？除非明年美国的财政盈余不是赤字了，是盈余了，钱多了，他才有资格来回购美债，要不然的话，他哪里来钱回购美债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点的，所以这个就是财商知识的重要性。大家有了一点这个财经知识之后，就知道有些真的是胡扯了，好吧？OK，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在这一个阶段呢，这个随便讲的机会大一点，好吧？好，最后回答问题之前呢，也是讲一下今天这个直播，我们是干货满满，所以是少了一点互动，平时的直播是互动比较多一点的啊。那另外呢，我们星期五上传的是大片，我们叫大片，就有点后期制作挺多的。每一次我都希望通过时事发生一些东西来给大家科普3到5个经济的概念，或者3到5个财商的概念每一次有3到5个，通过实时的分析带给大家不同的一些事情所以星期五晚上是那个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了所以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包括帮我的那个视频分享给多一点人的话，这会鼓励我们的团队拍摄更多的这个 YouTube 给大家，好不好？拍摄更多的这个，包括 Facebook 的网友现在你在 Facebook 看直播的话，也可以上 YouTube 去看看并且订阅一下，好吧？好，最后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来这个我解答一下by the way， 如果你觉得七爸爸想跟我进一步学习的话，直播的时间也是有限的，而且讲的比较表面肤浅的如果你想深入的学习的话，可以3选1都可以3个不同的途径，好吧？从免费的到一点点的钱，到跟我一起，我带领你一起全世界找机会，避开股灾，找10倍股OK， 好，有一个网友问，请问七爸爸，我们该如何在逆全球化的趋势下投资 ？OK， 我觉得投资的机会是很多很多那现在事情是越来越不好，对不对？但是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价格跌的价格是更多，价格跌的更多我举个比喻本来这一个桶里面有1000万，但是这个价格是1200万，现在这个桶里面呢，价格只有500万了，但是因为这个价格跌了更多，跌到只有300万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投资是比2年前的投资要更吸引我更开心，因为我现在300万可以买500万的东西，但这500万东西2年前可能它的价值是1000万，但是我要用1200万来投我个人是相信股神邓普顿的那套投资的哲学，哪里最差去哪里寻宝哪里最差是哪里寻宝，不是随便买，但是几千个股票里面总有10个股票是值得买的，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逆全球化里面哪一个地方最差劲，我在那里寻宝就这样应该能找到10个以上的，好吧？那会不会全部脱离全世界？我觉得不会，绝对不会这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想象出来的危险太多了绝对不会，而且到最后我觉得是个平衡一个动态平衡以前呢，中国政府加企业加人民加在一起太厉害了，以前到最后全部世界工厂
跑到中国，全部的工作从这个趋势啊，一直跑到中国，对吧？电动车中国领先了，光伏中国领先了，纺织业中国领先了，什么都中国了，什么东西都是 made in China，那全世界不用工作了，是不是啊？那现在呢，中国遇到了一系列的挑战啊，有一点点的企业撤离，但是到最后也会有个动态平衡，因为你撤离之后，哎，剩下来的劳工市场便宜了，剩下来的这个政府的政策又友善了啊，到最后就动态平衡了啊，所以所有地方都不要绝望，好吧？如果台湾的那个经济不好了，楼价便宜了，东西便宜了啊，这个政府更加友善了，那又有人会移民到台湾来了啊，香港人移民台湾了，对吧？所以不会所有公司撤离的，撤离一点点撤离的同时又有人再进去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不会的啊，正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怕，哎呦，中国以后没了，完蛋了，全部公司撤离了，孤零零了，永远就大跌了，跌到零了，这股票清零了，对不对？我觉得是过分的反应了，所以我个人现在看的好多的焦点就是在中国的市场和香港的市场那里啊，会不会像日本那样失落30年呢？我真的也认真的考虑再考虑啊。其实港股大多数现在港股是中资股啊，香港的本地的股票很少了啊，都是中资股，好吧？那中资股，所以我们看是中国的未来会不会像日本一样啊？中国的未来有一些的情况是要比日本当年91年面对的问题更加严峻啊，但同时呢，中国也有一些这个自身的优点啊，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个人觉得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啊，这个优势啊，就是他看到日本是怎么样失落30年的，有一个参考啊，是吧？前车可鉴啊，所以他有了日本的参考之后，应该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啊。日本在过去30年是错过了一些机会，犯了一些错误，那中国有了前车可鉴，同时中国也在参考美国的这个整个发展成功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中国现在共同富裕其实也是看了美国的贫富悬殊这个社会问题，所以他提出了的这个共同富裕啊，所以我看东西是比较中立一点，客观一点啊。我们也是说，无论这个共同富裕到最后执行成怎么样，共同富裕啦、反贪腐啦，都是一些出发点，都是一些好的政策，就这样。OK，好，还有没有？还是差不多了。那如果差不多的话，最后我祝福大家这个身体健康，因为身体是最大的财富啊，也是在这里这个希望大家能避开股灾也希望大家能跟七爸爸特别是加入了 GMT 之后，能找到未来的10倍股10倍股真的是熊市的时候最好，因为分母小嘛，股价跌下来嘛，对不对？可以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反弹之后回到了牛市之后，我们现在找到的那些股票涨10倍所以在最悲哀的时候要给自己打一点在兴奋的那个正能量想象一下。虽然现在可能牛市还没到，想象一下牛市到的时候，你手里面拿着10倍股，那好开心了，对不对？也是最后感谢大家的参与，我希望下次再见，好不好？下次再见，拜拜。